小故事屋。洗40双袜子的小波波熊。有人说小波波熊很懒，是吗？我不太清楚。不过看了下面这个故事，也许你就知道了。小波波熊很喜欢穿花袜子，花花的袜子穿在脚上，又舒服又漂亮，走起路来可神气了。小波波熊每天都要换一双花袜子，可是他很不满意洗袜子。小波波熊觉得洗袜子先要把袜子浸湿，再擦上肥皂，搓啊搓，最后再把袜子放在清水里过清，这太麻烦了。可是袜子穿在脚上总要换呢。小波波熊想了个办法，我可以一下买许多袜子，换下一双就扔在床底下，再脏了就再换一双扔在床底下。就这样，小波波熊的床底下堆了一大堆的脏袜子，脏袜子好臭好臭，小波波熊的小房子也变得臭臭的了。小伙伴们都不愿意来他家里玩。有一天，小波波熊脱下脏袜子，他光着一双脚，再也找不到可以换的袜子，这下非去洗袜子不可了。小波波熊从床底下掏出一箩筐的袜子，他光着脚板来到河边洗袜子，洗啊洗啊。小熊，请你以后别一下子洗那么多的脏袜子，臭死了，臭死了！洗啊洗啊！天哪，谁洗那么多的脏袜子，把河水都弄得臭臭的了？小波波熊很难为情，低着头拼命地洗。袜子被晾在小树林里的细绳子上啊，一双一双的花袜子迎风飘动，从小树林的这一头一直伸到小树林的那一头。小波波熊数一数，1、2、3、4、5，啊，一共有80只袜子，整整40双。小波波熊洗完袜子，他太累了，就光着一双脚板，倒在小树林里的草地上睡着了。小波波熊睡得好香好香。这时，一只小獾走过这里，他瞧着树林里的细绳上晾着整整40双花袜子，细绳下面睡着一只光脚的熊。光脚的熊要这么多袜子干什么？他准是个卖袜子的小贩。小獾就取走了2双袜子，留下一包甜饼。紧接着，一只小猩猩走过这里，他看着细绳上的38双袜子。光脚的小熊要这么多袜子干什么？他一定是用袜子来换东西的。小猩猩取走了2双袜子，留下一堆苹果。后来，一位小朋友来森林里旅行，他看见细绳上有36双袜子。我的袜子破了，而这只光脚的小熊有那么多的袜子，让我拿走2双吧。小朋友取走2双袜子，给小熊留下了许多汽水和果汁。再后来，过来一辆小推车，一只老鼠推着满车的萝卜，另一只老鼠呢，在后面拾着从车上跌下来的萝卜。他们看见细绳上一长串袜子，高兴极了。这些袜子对我们来说是太大了，但是我们可以把它当口袋装萝卜。这个主意好极了，我再也不用紧跟在后面弯腰捡萝卜了，可把我累坏了。2只老鼠取下3双袜子当口袋，他们留下一堆萝卜送给小熊。老鼠们想，光脚的小熊看见袜子变成了萝卜，一定会高兴的。这时，有一位画家来森林里画画，他
他走到细绳跟前，看着上面挂着的袜子。哈，那么多的花袜子，光脚的小熊在这里开袜子展览会吧。这上面有2双袜子特别好看，很有艺术价值，给我做收藏品吧。画家取走了2双袜子，但他给小熊留下了一幅油画，上面画着一只光脚的小熊躺在草地上打呼噜。当小波波熊懒懒地睁开眼睛的时候，太阳已经落山了。小波波熊一咕噜爬起身，他仔细一看，细绳上只剩下2双袜子了，而他的身边堆着一大堆的东西，就像一个小杂货铺。小波波熊收下最后的2双袜子，他把一大堆东西装进箩筐回家了。小波波熊再也没有多余的袜子，他每天都得换袜子、洗袜子、晾袜子。他总是脚上穿一双，细绳上晾一双。小波波熊觉得每天洗袜子真开心。小鱼、小虾和青蛙们再也不嫌它臭了，小花、小草们向它点头问好。洗完袜子，他就取出用袜子换来的糖果、点心和饮料招待客人。因为床底下再也没有臭袜子，他的屋子变得很干净，大家非常愿意来波波熊家做客。大伙儿吃着糖果，喝着饮料，看着墙上那幅小熊躺在草地上的油画。小波波熊，你真是一只勤快的小熊。